欢迎收看关键时刻。这一次，川普跟以色列出手来对抗伊朗。这一场战事里面，你可以看到伊朗他被打得非常惨，但是最大受害者是谁？是习近平。为什么这场战争竟然让习近平身败名裂？为什么会这样讲？你看到这张地图，这张地图里面，过去中国想不想把自己的地位拿回来？身为轴心国的这种老大哥，这种味道要不要？当然要。过去有阿富汗，过去有叙利亚，但是随着势力进入之后，一个一个的拔掉，这些势力从原本的亲中亲俄已经变成到亲美了，而现在伊朗也只剩最后一口气在。这对于习近平来说，这对于这些邪恶轴心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而且非常糗。你以为已经糗成这样吗？没有，还有更糗的。更糗的是，现在中国公民要疯了。为什么我用疯来形容？他们现在在伊朗，第一时间他们不知道以色列是要打来，第一时间他不知道，那你打来之后，我什么时候要来撤侨？完全没有人通知他们，甚至去找这个外交的使馆，他们说：“哦，我没有办法，你要给我钱，我才会帮你。”中国公民简直气炸了。而直到今天，中国他才回应说：“好，我们现在开始来组织撤侨的行动。”大家更傻眼了，不是已经打了3、4天，你现在才在撤侨吗？所以这种这样一路看下来，感觉起来这场战争伤的是伊朗，但面子谁没有了？对，习近平没有面子了。对，没有错。这次伊朗呢，目前为止濒临垮台的这个局面来说的话，两个国家最尴尬，一个是中国，一个是俄罗斯。为什么？普丁跟习近平呢，对于伊朗要被攻击之前，完全都不知道，被蒙在鼓里。他被这个川普跟纳坦雅胡摆了一道。他不止这样摆了一道，现在他们在中东和全世界的盟友一个一个垮台。你看，从过去的阿富汗，然后中东的这个叙利亚，到现在伊朗要垮台，他们现在盟友都慢慢不见，所以原本的这个看门小狗的这个小弟完全都不见了。好，但是呢，其实谁又是尴尬中的尴尬？那就是习近平。为什么习近平呢？第一个，这个伊朗跟他们来讲关系非常好，所以呢，过去我们不是曾经说过一件事吗？就是吴京曾经演过一个战狼，他说什么？祖国的护照可以把你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带回祖国，就没想到现在他们在伊朗的这个侨民呢回不去，回不来。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现在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跟伊朗关系太好了，所以他们呢不能够撤侨啊。所以现在我只能说，他们在当地的民众呢现在回不来，每天轰，每天打，然后就因为你说跟伊朗关系好，对，你拿我的生命在赌。还有什么？他们还有在以色列的侨民呢也回不来。那所以呢，现在中东的侨民很多回不来，所以根本没有人家说什么，你有中国的护照就能换，没有啊，并没有这样一件事。像我们在伊朗境内，或者在很多这个中东的国家，特别在以色列境内，很多中国民众到处求救，求救无援啊，所以才说这一次来说，除了很多盟友被削弱，然后伊朗被削弱之外，中国侨民在海外的这个尴尬局面，所以才说习近平现在本人变得非常尴尬，而且他现在面对这个局面，他不想面对，所以他现在跑到中亚去的一个状况了。而且现在为什么说现在中国这些侨民人人自危，吓都吓死？我每天跟地狱一样。对，现在德黑兰被形容什么叫做弥漫死亡气息？是的，你看那画面，不是在跟你开玩笑的。对，为什么？因为事实上现在德黑兰呢，每一个地方都被轰炸，所以很多军事设施。很多的这个所谓相关的碉堡啦，或者情报单位都被炮轰，所以每天你在德黑兰听到就是爆炸是你的嘣跟震。好，爆炸日常之外还有什么？事实上，现在德黑兰的当地的很多电视台都没了，就是你要看电视也没有电视，没有办法取得任何的这个讯息，因为电视台来说，那个跟以色列呛下之后，马上就被关掉，所以很多电视台目前为止都被烧掉、被炸掉、被没有了。好。所以没有这个沟通的管道。你看，你试想你是德黑兰的民众，你已经这个每天听到爆炸，然后没有任何的手机讯号，没有任何的这个电视的这个讯号。另外，大家都要逃离这个德黑兰的这个状况，然后民众躲在这个防空洞。所以，照和在这个时间点里面呢，中国民众更是格外的惊恐，他们要回去，回不去，都吓死了。对，回不去啊！所以你知道，事实上这样，为什么他们目前为止都没有要撤侨？照我跟你讲，因为这几年中国在伊朗投资太多了，他跟伊朗签了什么这个战略关系合作伙伴，投资数千亿，很多中国民众到那个地方，所以现在在中国的在伊朗里面的中国民众很多啊。就现在中国外交部现在才开始组织撤侨啊，他们目前为止已经有部分的中国民众的这个已经跑到这个周边的国家去了，然后外交部跟有关领馆的、使馆的更在会同相关部门，全力做好在伊朗还有以色列的中国民众的权利的保护工作，迅速组织撤离中国公民，请在伊朗、以色列的中国公民联系使馆这样的状况。而且里面最关键是什么？叫做迅速组织撤离，这代表什么？
你之前没有出，你没有处置、对，所以我才说嘛，你现在才迅速。对，那为什么这样？因为我就讲这一次以色列要攻击伊朗这件事情，他们完全被蒙在鼓里，不知道。那不知道打成这样之后，他们想，伊朗撑不住，才要开始组织的一个状况。那当然，他们说我们很重视啊，问题是都已经打成这样了，我就讲现在呢，你看，这里面最好笑什么？以色列他说要求以色列使馆立即启动保护应急机制，要求两国切实保障中国公民跟机构安全。对，都你在讲。对，好，正好我问你，这个炸弹有没有长眼睛？当然没长眼睛啊，所以它能保护你什么？觉得他们现在就在战区里面。好，所以你看现在怎么办呢？现在中国民众呢只好自救。好，自救什么？你看开始了啊！我们前几天不是说我们的对外单位对以色列这种状况外，中国完全状况外哈。你看现在呢，他们现在开始自己叫车，我自己叫这个伊朗的 Uber 可以吧？他就叫这个长途车，准备到什么伊朗跟土耳其的这个边境，要坐好几百公里，要跑到那个地方去啊。那另外还是什么？你看还有一路上，你看他说一路上那边走的时候，你看附近很多爆炸，嘣嘣嘣。他说这个爆炸的声音一直在我的耳边传来传去，距离我不到200公尺左右一个状况啊。然后后来开了13个小时，我们一家3口终于抵达了这个土耳其的口岸。13个小时，对，他就说什么，我这个小姑子在这个听到爆炸之后，非常的紧张。然后他跟他的女儿还有小姑，他们3个走到这个地方，他说第一次到这个和平的地方，他说第一次体验到战后的激烈反应，听到这个响声都会害怕，浑身颤抖。愿世界和平，再无战争。所以你看，他等于是从浩劫中走来，好不容易来到了平安的地方。赵尔，我想他是很幸运，因为什么？他可以叫到车子，对，而且还司机愿意载他13个小时，而且整13个小时，那是战战兢兢的，因为他把窗口往外望。对，就是被炮轰，就是枪林弹雨的声音，到处都是烟雾啊，到处都是这样的状况，而且到处我跟你讲，现在整个伊朗国家来说已经没有秩序可言，所以他常常碰到一些很惊恐的这个事情。好，那我就讲，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你看这还有更好笑，你看所有不只是伊朗，以色列也是一样。你看现在以色列，这是以色列华人求助哦。你看，因为随着伊朗跟以色列冲突加剧，当地华人询问中国驻特拉维夫使馆何时组织这个撤侨之后，这个使馆回复说。注意我的公众号，赵尔，我问你什么？我搞不好没多久我就没网络，我还要关注你公众号，我命都没了。我最好能够上网。好，结果没想他就跟谁求助？他跟李老师不是李老师，李老师不是李老师，他不是就批评中共了吗？就没想他还跟他们这个求助，说，请问你，没有办法，你看他还跟他求助，你看李老师你好。我们那个伙伴今天打给这个领事馆打电话，那回复是让我们关注那个公众号等消息，这根本不可能接受啊！所以他们已经没有招了，对，他宁愿去找反中共的人，能够被看到，我还有命哦。我觉得他有一句话还更好笑，照我们来看下一句：台湾已经组织撤侨了，希望你们发布这个呼吁啊，非常感谢啊。他还说台湾已经，这是中国民众讲哦，然后台湾已经这样，我们还没有啊。所以我们看起来的话，我们虽然我们骂我们台湾在以色列的代表，但是事实上好像中国在以色列代表更该骂的一个更惨了。对，好，那你看大家都在那骂哈，所以你看中国驻以色列使馆提醒，在中国公民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尽快通过陆路到这个边境口岸，然后建议优先选择约旦方向。所以呢，你赶紧照，就这样意思。而且你知道吗？里面最好笑什么？来，导播我们看。这是什么？6月17号。对，你太晚了吧？对，没错。都打几天了？对，好。你讲的这样子，你第一天就讲啊？对，为什么这样？因为以色列它其实有临3个边，它临北边是到这个所谓的黎巴嫩，然后往这个东边是去约旦，往南是去这个埃及。他还提醒你哦，你不要往埃及，因为埃及那边是沙漠哦。你往北的话，这个约旦这个黎巴嫩那边有战火，往约旦的方向，提醒往约旦方向，但是他就叫你自己跑。对，所以呢，没有，而且跑还要怎么样？对，你要帮忙，对，还要收钱，对，运行费有没有？这个地方直接写出来。对，不是你撤侨不是应该无条件嘛？对，所以我就跟你说嘛，他没有组织相关的这个状况，所以你看现在当地人，看这个我们讲到以色列，这是当地在这个另外一个商人，他在德黑兰，他说嘛，他在德黑兰经商，然后他就开始跑。他说我们现在此刻正在经历逃亡逃命，对不对？然后最好能够撤侨就撤侨，赶快撤离德黑兰。所以他们都非常害怕。然后而且你知道，事实上现在很多德黑兰的民众呢，他们看到中国人，他们也是说，你住一个晚上就赶快走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也不见得说这个饭店能够待到多少的这个时间点。所以现在德黑兰也是一样。这个画面是他边跑边录，他怕到怎么样？只能喝矿泉水，他怕其他水。
会污染有危险，而且旁边什么很多地方都已经断垣残壁，甚至连电都没了。对，那因为他要一直待在这个饭店，人家就说，哎，你没有住饭店就离开。但是他为什么？他说什么？哎，我出了饭店就没有网路了，没网路了。对，那他说有些中国人不会懂英文啊，然后不懂波斯文啊，连怎么去哪里都不知道，离开伊朗都不知道，然后连面包的这个包车价格都比原本的多出2倍3倍。那现在呢，中国是建议什么？哎，你自己跑啊，你自己选择安全的地方跑了，所以没有任何的防备嘛，所以没有任何的组织，所以现在中国民众哪有说什么？哎，你拿个护照就 OK， 所以没有嘛。好，我们来对比。这个显然呢，中国是因为他不知道状况外，但美国他就知道嘛。所以你看，哎，我们说真的哦，6月11号，赵，你记不记得前几天的时候，我们就曾经听过赫格塞斯说什么？对，哎，你在这个所谓伊拉克的军事设施的这个美国人，你可以离开了嘛？好，你看他6月11号，美国就开始从这个美国驻伊拉克巴格达大使馆开始撤侨了嘛？对，所以他们撤侨，哎，你看人家美军怎么撤侨？外面有一堆人保护你，然后好，美军我们的人都坐上车的时候，拿一个美国国旗，浩浩荡荡就这样走了。这是人家的撤侨的这个规格。你看他们在撤侨的时候，这个你看一堆人都在外面等着车，然后车就这样子就离开了。所以他们有目前为止有2500多名的这个美国军官在伊拉克，然后他们的家人就这样离开，他们叫做有序撤离的一个情形，就是按照你的身份嘛，啊，你要优先像小孩子啦、老人优先撤侨就撤侨的一个状况。所以现在为止来说的话就是这样。所以你看，现在6月16号的时候，你看。这个川普现在都说什么？他说呢，一旦我离开这里，我们会做一些事。所以目前为止来说，他可能会在更加升级。6月16号，今天中国的公民看到这，对啊，吓都吓死了。对啊，人家还要再继续加深。对啊，但是你到底还要不要理我？中国外交部现在才发布讯号说，赶快逃嘛！你看6月16号，明明川普就已经警告说我会干大事，那结果没想到你也没有撤侨，你现在才说建议你离开，然后离开这个往约旦的方向，所以显然是来不及。好，所以我们就跟你讲。事实上，过去一段时间，而且最好笑是什么？连俄罗斯都有去撤侨。是啊，你中国在干嘛？对啊，所以我就跟你说，哎，我跟你讲，撤侨就是攸关，人家还真的还开个巴士来哦，是，还真的开了这个地方慢慢撤侨，慢慢撤侨。对，上面的人虽然有点眼神非常无奈，但是至少安全嘛。对，没错，国家保护你嘛，不是让你自己跑。我们就讲。刚才那个中国人自己坐计程车，请问他有任何国家保护？没有，情啊！人家这里面来说，外面就是美军在保护你，所以他们现在是有序的撤侨。好，我们跟他讲，事实上中国都一直说，哎，我拿我护照多厉害多。我跟他讲，事实上真的是拿美国护照。我必须说了，川普现在不是在卖他的护照吗？我觉得真的可能需求量会非常大。你看啊。这是在2023年爆发所谓的苏丹在这个地方哈，这个非洲的苏丹。那因为当时的美国人也在那边，俄罗斯人还有法国人一大堆外国人在这边。爆发内战的时候怎么办？这个拜登下令大使馆的撤离，然后就有100名的这个特种部队就来了。来到他们大使馆，然后大使馆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撤70名的这个大使馆，然后3架的 MH47的直升机直接降落在大使馆了，然后呢马上不到1个小时就离开了。对，那他们是说，他们还用卫星哦，他们在那边看哦。那我们来看中国怎样？你看中国他们苏丹爆发的时候呢，他们也是已经有这个船来到这个地方了，但是问题是造了，他们问题在这边，他们就说，哎，我们只能够在港口等你，所以你要自行从苏丹爆发内战，他们的首都你要自行撤离到苏丹港，我们才可以把你接走。哎，人家美国是把你接出来，把你送到吉布地，然后飞机把你飞出来，一起准听你我靠，然后你要慢慢走，慢慢走，你要嘛用这种交通工具。对，哎，不是在内战，我在中间，对，所以你看登舰的那一刻，一个女兵说：“同胞你来了。”结果同胞满脸流眼泪。不好意思，我是历经了千辛万苦才抵达这边，他当然觉得很感动啊。对，你看什么归途很远啊，祖国很近啊，然后军舰就是流动的国土啦，那登舰就安全，当然安全了。我已经走了那么久一段路啊，真的，事实上他们就是这样啊。所以等于是说，你看，因为什么？因为照理说，他说真的太感动，真的直接流泪下来了。照理要是我也会流泪，看到这个我。刚已经历经千辛万苦，我是九死一生回来的。对啊，没错，当然是这样子啊，对，所以一定是这样啊。那你知道，我就说，人家为什么？人家都是用空军，像当时法国啦，或者当年意大利，他们都空军进去，中国就是没有，而且他还慢了1周多。对，没错。所以我就说，那些这个中国民众看到中国人当然会哭啊。好不容易我可能搞不好从地狱里面走过来，所以我就知道，所以人家当时就说。你2023年的在苏丹的撤侨就被全世界夸跑，说啊，你哪有很强，你根本就是没有连撤侨都做得不好的一个状况嘛，所以你就知道说撤侨动作就可以看过一个国家的这个状况。那我就跟你讲，现在川普绝对啊，他下一步一定会让伊朗完蛋。为什么？事实上你看哦，
这个以色列他们就说什么？他说：“哎呀，我跟你讲，他说请牢记，伊朗是中国的这个斗牛犬，然后中国正在资助伊朗，他们是希望伊朗拥有核武，他们确实一直在把石油这个供应给中国供应。”跟中国供应石油，请关注所有细节。伊朗的石油流向中国，所以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就是，哎呀，中国就是伊朗一挂的嘛，那他现在他就是中国的斗牛犬嘛。好，照我问你，中国的斗牛犬的话，那请问现在川普想要对付谁？中国。对啊，所以他就要把谁？把斗牛犬宰掉嘛。所以你讲他现在的都虽然没有错，他是剑指伊朗，但是某些程度来说，他也是剑指整个中国在后面嘛。所以现在他就。除了原本在那边的卡尔文森号、尼米兹号，原本要对付中国，他现在也跑到中东去了嘛？对，所以等于是先一个端。那你知道最有意思是什么吗？原本的这个中国都是挺伊朗的，对不对？就没想到，你看中国现在最新的这个，他们说伊朗太奇葩了啊！美伊或许将伊朗灭国，那中国应该做了3大准备。它里面写的可真狠，他说伊朗真的太奇葩喽，对，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现在它就是世界上最怂的国家。对，你不是盟友，你说最怂的。对，那他说什么？他说如果美国打垮伊朗的话，会对付中国嘛？那对付中国的话，所以我们要准备什么呢？他说我们要继续加强跟中东其他国家的合作。美国既然可以支持以色列打伊朗的话，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支持以色列打？那为什么不能支持以色列打中东的各个王爷呢？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有对我们这些国家的合作，加快跟这些合作，加快中国的这个军力走出去。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他们就说，哎，以色列会灭这个伊朗，那以色列也会打中东那些国家，所以我们要跟中东那些国家，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好。可是赵和，我跟你讲，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我跟你讲，这一次大家一起去打伊朗，搞不好中东这些国家是很开心的。他们，所以你看，连中国连这个都看不清楚。事实上，这一次在灭掉伊朗的背后来说，以色列当然是一个主打者。中东这些阿拉伯国家开心的很啊，他们也希望伊朗灭掉啊。所以我在说，中国连这个目前为止中东局势都看不太清楚。那好，那既然你搞不定中东，那怎么办？所以呢，这几天的时候呢，你看，这是他飞到哈萨克去了，跟哈萨克总统见面，然后还带了蔡奇、王毅去了。他们要弄一个什么？他们弄一个叫做中亚的这个中国跟中亚的这个峰会，在那边在那边要表示什么啊？我也是世界的一方之霸。好，那我就讲。没有错，他们现在仅存的这个俄罗斯跟中国仅存的就是这些中亚的国家，就是像什么哈萨克、土库曼啊，这个乌兹别克、塔吉克、吉尔吉斯这些国家，中亚5国变成是2个国家，中国跟俄罗斯能够取暖，因为这5个国家永远都是我的小老弟，所以呢，事实上现在就变成是，因为现在什么叙利亚，我们刚刚讲叙利亚，没了，包括什么伊朗，甚至阿富汗都被拔掉，对，所以。我中东我不要，但是我中亚我一定要顾好，因为中亚一定是中国跟俄罗斯2个国家紧抱牢牢。所以跟你讲嘛，现在也在退缩状态嘛。所以来说，这一次的伊朗的这个被灭国的可能性来说，凸显了什么？凸显了这个所谓邪恶轴心即将要崩溃。另外一个也凸显了中国的武力或许不像我们说的那么的强。瑞德，我们这样一路看下来，伊朗现在真的孤立无援吗？没有人帮吗？中国不是要帮吗？俄罗斯不是要帮吗？没有人帮，为什么？美国持续施压下，谁敢帮啊？那么事实上呢，然后伊朗最好的2个朋友，刚刚已经讲到，一个是中国啊，一个是这个俄罗斯嘛。俄罗斯的总统呢，普丁呢，已经正式跟这个等于说伊朗的最高领袖已经通过电话了，已经联络过了，他呢直接跟他们讲。你会输，你会输。然后呢，你会输之外呢，他还有给了一个建议。最好赶快进行和谈啊！最好呢，把这件事情赶快等于说告一段落。为什么呢？因为我俄罗斯驻德黑兰的大使馆已经开始撤退了。如果连俄罗斯都撤退，而不是像伊朗本来认为的是俄罗斯会挥军，然后呢跟伊朗呢并肩作战。引爆第3次世界大战，不好意思，这个事情不会发生。对，因为普丁自己已经阿伯阿浪杠对吧？已经跟你讲，你自求多福哦，你可能不要去惹美国。我告诉各位，美国总统川普呢，突然间在这个参加 G7 的时候，讲了一句话说，东道主加拿大的招待啊，一定非常棒。不过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我要赶回美国。然后呢？所有的这个1级的国安幕僚呢，立刻赶到战情室，全部戒备。然后呢，你看已经几十架的这个空中加油机，全部都到了包括德国在内的这些全部就位了嘛。对，空中加油机就位。
然后呢，9艘的神盾舰已经在地中海附近的全部都就位了。然后紧接而来呢，包括这个等于说各式各样的这个等于说航空母舰呢，那么尼米兹航母战斗群直接从南海本来要到越南访问的取消，直接往地中海的方向前进。也就是说，地中海本来就有航母战斗群，现在也全部都过去了。为什么川普会突然间做下这么重大的一个等于说这个动作呢？表示在情报的部分，他已经事先截获知道，有可能伊朗要动手，或者是伊朗要采取激烈的手段，比如说我直接把这个相关的荷姆兹海峡给封掉嘛。对，荷姆兹海峡封掉不是说这个美国就再见，但是全世界的油价马上会奔高嘛。我告诉各位，现在大家都在等什么呢？等伊朗开第一枪，射第一发的飞弹。如果只要美国的这个相关的基地、军事基地，或者是美国的这个船舰，不管是军舰还是商船哦，只要被打中了，我跟你讲，川普就有理由跟借口出兵。那他出兵会怎么样？以色列不是已经炸了好多天了吗？对，已经炸到号称有1-2千枚，这个伊朗有1-2千枚飞弹嘛，到现在为止发射了370多枚啊。这几天甚至于还发射零零星星的这样子而已啊。那重点来了，那请问美国有没有介入？当然介入啊！为什么？美国都直接跟你承认，我的神盾号呢发射拦截飞弹，直接把你伊朗的飞弹给打下来，他都承认了嘛？美国都直接承认了。阿伯利喜贝安诺，我问你是要吗？美国是跟你讲说我们要攻击你伊朗哦。但问题是你打向我的盟国的这个等于说飞弹呢，我也把你给拦下来了。所以他完完全全已经把伊朗，我们看到这张地图。吓死了！美国欧洲司令部，甚至呢，这个巴林的美国海军支援基地包围伊朗的。事实上，我告诉各位啦，你要知道，那么你可以发现呢，以色列这个长程空袭、奔袭去轰炸这个等于说这个伊朗啊，请问前面虽然有 F-35在主导那后面 F-16、F-15这几百架的飞机要越过1000多公里去轰炸，对不对？你真的相信空中没有这个等于说美国军方的协助吗？谁会相信啊？一定有美国军方的协助嘛。然后现在呢，美国总统川普因为有一个东西是以色列他现在的军力呢所没有办法达到的是什么？听说并没有真的伤筋动骨到这个伊朗最核心的相关的那么研究这个核子的相关的这个浓缩铀的这个基地啊。那么因为它在下面地底下非常深的地方，现在以色列的飞弹呢，不好意思炸不到，对，只有美国的这个钻地弹炸得到。因为什么？因为要 V1 轰炸机才能够把这么重的一个钻地弹，对不对？直接载到那个地方而不被发现，而直接就把它给炸下去嘛。只有美国可以啊，以色列办不到。以色列虽然摧毁了大概伊朗1/3的飞弹跟相关的发射器等等，也把他的核设施甚至于他的这个科学家炸死了好几个，但问题是他并没有真正能够把它给全部端掉。能够全部端掉的，不好意思，全世界里面只有一个国家叫做美国可以办到。对，那美国川普美国总统川普本来他的个性就是我来调停哦，我来调停，两边听我的，坐下来谈 ，OK 的话呢，那么川普就是把这个大家都调好了。如果不 OK 还要攻击我的话，然后我就跟你吃不完兜着走。川普我跟你讲，川普今天晚上这么大的一个政治动作，如果伊朗真的上当。真的这个炸他美军的基地的话呢，出大事了。哎呦，我的天哪！我跟你讲，整个伊朗，他们不是故意透露一个说，本来以色列不是故意透露一个说，我已经2次要暗杀这个荷梅尼了嘛，对，我们办得到哦，但是被川普给阻挡了嘛。那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川普如果不阻挡，或是川普要点头要你的命，荷梅尼就没命了，整个伊朗就全部再见了。所以呢，德黑兰现在美国、伊朗这些国家大国的这个大使馆全部撤侨逃命，连德黑兰的这个老百姓也全部都在逃命。那我问你呢？那伊朗还有什么这个逃命非常可怕。来，导播，我们看到这个画面是数千名囚犯，是连监狱炸完之后，监狱全部的囚犯都直接跑出来了。这个在什么时候发生过？这个在那么叙利亚的时候，不是阿塞德垮台的时候吗？对，大马士革的监狱没人管了嘛，没人管以后呢，大批的这个囚犯就逃命。不好意思，现在在伊朗的德黑兰的监狱，现在伊朗德黑兰的监狱现在也暴动了以后呢，又没人管了，所以他们也逃命了。囚犯统统都跑了，为什么？我负责看管的这些法警狱卒，我也要命啊！所以我跑了以后呢，这那么多几千个那个监狱里面的囚犯怎么办啊？当然就是破门而出呢，大家一起逃命，要逃大家一起逃。
整个伊朗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呢，那么这个所谓的两伊战争的大国，没想到就这样有可能啊，那么改朝换代，变成另外一个新的政权了。宇轩，我们刚刚一路讲，在这一次的这个以色列对这个伊朗战争里面，习近平是把脸都丢光了。心想不能够这样说他，为什么？来，导播，我们看到的画面，你看到这个哦，这是歼20。我今天第一次看到这画面的时候，我觉得歼20太厉害了吧，垂直起降，我看完之后想说，美国 F-35算什么东西啊？对嘛，算什么东西嘛？照我们光靠歼20撤侨就搞定了嘛，撤侨，派个100台歼20，对不对？跑到伊朗那边空中垂直起降，天降神兵，当然不可能发生，好不好？各位不要被骗了，不要被糊弄了，假的，假的，啊，你眼睛业障重。导播，我们看那画面，你说那个垂直起降。假的，对啊，不是啊，照我跟你讲啊，他如果要颠倒360度哦，各式各样的花式，他要怎么飞就怎么飞啦。因为你仔细观察哦，有没有觉得突然有点违和感，有点恐怖理论跑出来了？是 AI 弄出来的影片嘛？因为它所有的一切都违反物理公学，你不觉得越看越奇怪吗？后面还会抖一下，很像莫名其妙配上去的。你有没有在家里哦用 AI 试过做这个影片哦？大概就有这种效果哦。比如说我直播的 AI 的影片的火车也是这个效果，那就是怪怪的，你说不出来就是怪怪的。OK， 这很显然处理过。那首先为什么说它是处理过的呢？因为你如果说是要垂直起降的话，代表说你要有一个向量喷嘴。比如说你 F-35来讲，它向量喷嘴就是朝地的，它会慢慢的，先是我们讲累积那个动能，缓缓的浮起来之后再加速度上升。但这不是啊，它这个是一个平滑曲线，就是非常平滑、非常鼓溜的整台飞机，要被风一样吹起来飘出来。宇轩，你这样讲完，我们都已经拆解这 AI 对，但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么多人都会点这个赞？这是中国驻英国的这个贝尔法斯特总领事张美芳。他画面来源，他根本就是他 po， 所以说是中国有代表性的人发的啊，就官方 ，OK， 他是官方的其中的一个要员，他是说这个影片是来自于快手嘛，那他就干嘛呢？他就把它分发到他的个人的我们讲的，不管是说他的平台也好啊，或者说领事馆的平台也好，他就把这个，而且已经几十万人了，所以你不要觉得说我们在开玩笑，官方在骗人。对啊，这是张美芳，你看The J-20 vertical takeoff and the landing was complete successfully， 它有文字叙述哦，它不是说我今天看到一个有趣影片分享而已，它是大外宣又大内宣，说真的可以不用跑道，真的会浮起来，你看还有汉字哦。歼20垂直起降圆满成功，无缺跑道。你想想看，你今天是老外，你看到这个影片，你会觉得他是认真的哦，就是说你中国真的研发出这个技术了。那为什么要去大外宣呢？因为理由很简单，巴黎航展已经准备要开始了。你说巴黎航展他们要秀肌肉，对啊，所以那个等于是就是假的，我也要宣传。所以巴黎航展最重要的主角，你看啊，放在第一位的绝对就是占 C 位，就是主角啊，歼20啊。就是可以垂直起降的啊，还有谁？他们引以为傲的歼35啊，还有这次在我们讲的这个印度大获全胜的歼10啊，对不对？然后还包括运20啊、直20，这是直升机系列。你知道，我本来以为说它是在我们讲动真枪哦、动真刀，就我看到这个展览的时候啊，我吓一大跳啊！对，就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模型，不是，就给一个模型。但全部都模型航空展吗？但全部都模型，那你干脆放拉布普好了，好不好？全部都是模型，它这是不是我吐槽了？没有一些稍微的细节也好吗？对，就中国网友自己忍不住吐槽说，不是你跟讲这巴黎航展，然后讲的说我们要多霹雳，对不对？把这个霹雳15E都打败，然后歼20也来，歼10也来，就全部东西回零机，而且其实根本没有什么 detail， 好不好？但没关系，他还把歼35用在这边，他的文字叙述比他的实体来的精彩多。说现在我们中国啊，世界上第2个国家拥有双隐形战机。他讲的是哪2个呢？一个就是歼35A 嘛，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讲的歼20嘛。所以他当然有这个对标的企图哦，甚至还把长征火箭照了，你看到就是这个一格一格棒状物，对哦，他就放在展场哦，但模型很小 ，OK， 不是你想象中很大。但是他就是要干嘛？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宣传，跟大家讲说，中国现在的军事实力跟航太实力都已经超英赶美。但有一件事情是真的，中国发展 AI 的决心是真的哦。当然，他们现在还没有办法真的做出所谓的自动战斗机啊。但是呢，对于晶片的争取跟偷取的精神呢，你绝对不得不佩服。最近传出一个消息，你知道是什么吗？有4个中国人拿着行李箱
一卡一卡一卡的，然后他们跑去马来西亚，但是跑去马来西亚之后，为什么他会被盘查？你知道吗？发现说他们的行李箱里面装了15个硬碟。哦，他们的我们行李箱里面不是放衣物，都是硬碟。对，而且呢，总共呢，我们讲了大概有80 TB 左右，全部里面都是什么文字、图片，然后呢有很多的我们讲的影片的片段。那你会好奇啊，他们到底在干嘛？后来发现中国现在在土法炼钢，因为他们现在是不是 AI 算力呢都被严格的限制，对不对？对，所以他们只能怎么办？像我们我们现在研究的，比如说我们这样要用这种什么光纤啊，或者高速的传输，所以大家都在研究这个所谓的传输的速度，他们不是。他们是研究呢人力搬运的速度，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直接算的状况之下，只能把这些资料一箱一箱用行李箱先带到马来西亚，再利用马来西亚的 AI 算力中心呢，开始来算这些中国的资料。那他们的途径就是这样，比如说我先跟 NVIDIA 下单 ，OK，design in the United States， 我在这边设计完之后呢，交由台积电代工。对，那台积电代工之后呢，可能会到我们讲戴尔或者是说 Supermicro，OK，Supermicro 之后呢，开始分发到下面，真的产生成品之后呢，这些成品会到香港、马来西亚或者是日本，然后再借由香港、马来西亚或日本呢，用人力啊、船啊或飞机的方式，基本上就是你看到的行李箱。再一箱一箱的带回中国，这叫什么洗产地？对，所以他们现在担心的是啊，中国为了呢 AI 已经绞尽脑汁，每天都在喊话说美国赶快开放，那变成就是说呢，带着人跑出去算，或者是呢用外面的方式呢把东西给偷渡到中国，所以各位这可谓是不可不防。或者我们刚刚提到中国为了拿晶片无所不用其极，为了要算力，他们可以拿着行李箱去马来西亚，他甚至可以用洗产地的部分洗到中国去。而现在美国有没有在看？当然是有在看。你刚刚是敢帮他们把晶片弄到中国，如果你敢把他的无人机弄到伊朗的话，你试试看。你看到这个人，这是今年3月19号的时候，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他特别发的一个中国公民的通缉公报，悬赏金额1500万美元。我仔细看，这感觉就像一个我们平常会看到的家庭主妇啊，悬赏金额这么高。是啊，我跟你讲它的悬赏金额搞不好是美国 FBI 在针对这个女性的一个通缉犯里面金额最高的。为什么？因为光是宾拉登我们都知道911这个是宾拉登策划，FBI 也才悬赏5000万美金呢。对，结果这个看起来像是没有害的一个家庭主妇，竟然悬赏1500万美金，相当于4、5亿的身价惊死啦！这么厉害，他到底对美国政府做出了什么样伤天害理的时候？其实最主要一件事情就是他假装成立了一些公司，然后把一些美国限制的一些零组件说我是要出口到中国去的其实这些都不是很重要的东西，但是它真正的要通到的地方是哪里？就是到了伊朗去。然后呢，这个产品用来生产什么？就是这个包括无人机的技术，还有相关的一个军事。那它到最后经过中国跟香港之后，它非法供应给谁？竟然是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还有国防跟武装部队、后勤部队耶。吓死人！然后他非常厉害，因为他制成了无人机、导弹这些之后呢，他竟然还可以让伊朗制成之后，他还能转卖给俄罗斯、转卖给也门，然后转卖给苏丹。这么厉害！所以你知道吗？对于美国来讲，天哪！你一个家庭主妇，你这些东西夯不啷当卖一卖，变成是拿来打我们美国，或者是来打以色列的这一些炮弹、导弹之类的，对于国家安全造成极大的伤害。这也是为什么让他就是整个悬赏金额来到1500万美金。他为什么叫1500万美元？我们把他的生平这样看起来，我吓死了。他叫刘宝霞嘛，他有各种名字，Emily 刘啦，对，还有什么？好，这有那么多名字，对不对？他通晓普通话、对，粤语、波斯语，甚至可能英文他也会。是，他是一个专家了。而且我跟你讲他们就是一群人，还包括另外3名公民这个李永新、荣耀华跟钟衍来，听起来应该搞不好也都是女性所以换句话说，你知道他们非常厉害，就是假装成是一般的进出口买卖，然后又用一个看起来就是好像是一个家庭主妇的身份，降低了很多人的一个疑心我们以为阿汤哥已经很厉害，不可能任务，对不对？人家很帅，肌肉很大。这个我刚刚讲，跟家庭主妇一样，可是我旁边的阿姨悬赏金额1500万，有多个名字，有多种语言，她穿梭其中，卖给伊朗之后，伊朗还可以再转给俄罗斯，再转给也门。天哪，太厉害了！好，问题点来了，我们台湾也共谍一大堆，
什么状况？不是，真的是什么状况？人家那个是用1500万美金在悬赏了，我们这个多喊，我们已经逮到人了，逮到人，结果其中竟然还有而且是现役的哦，逮到喽，结果是怎么样？交保金2万，对，交保金2万， 2万块。我跟你讲，这太夸张了，这是我们查到的史上最大的一个共谍案哦，就是总共有8名的一个现役跟退役的共谍哦。那呢，这个主要他们就是在6军的航特部601旅哦，那主要就是由这个什么中校啊、谢孟书这些人。那其中我个人认为最扯的一件事，就是现役的一个中士刘立奇哦。他在2023年5月20号的时候，利用值班的机会，然后呢，他就把这些机密带到他的一个值班室里面，然后呢，就窃取机密，一次被发现之后就被判刑嘛，判刑1年6个月。那经过几年的诉讼下来，然后就定谳之后发现，这个人造起啊，后来发现说。他弃保检查，把那个保证金多少？就是个交保金多少？2万。 2万，要是我都跑了，好不好？这太荒谬了吧？你就觉得说我们这个，而且怎么我们国家对共谍，而且是现役军人哦，既然会是这样的状况，然后呢，再加上我们刚刚不是提到吗？这整个案子事实上它是有一个接头的，然后整个挖出来像整个肉串一样，那全部有8名哦。那这8名经过多年的一个诉讼之后，现在确定被判刑的有1年6个月到最重大概13年哦。那大概有谁呢？就是一个叫何信如判了7年4个月，谢孟书他判了在9年，这个非常夸张。他当时一度想要潜逃，他竟然干嘛？要驾驶我们 CH-47契努克直升机耶！他直升机直接投奔到对岸去，我投奔自由来到台湾，投奔到中国去，这也荒谬，真的是。然后呢，后来就是有一个叫康义斌的，就是判了7年2个月。另外呢，就是肖祥云是退伍的一个少将啊。然后他主要就是因为他来发展共谍组织他判了13年。另外一个呢，就是谢秉成也是协助发展共谍组织也是判了8年所以，然后呢，这些人呢，除了这个提供机密之外，你知道吗？他甚至有人是直接拍摄影片，什么影片呢？他说，如果中国打来的话，我马上宣誓效忠中国共产党。就台湾就会让人家很难过的一件事情是，不管是现役退役的，就让人家这样收买了。但是现在目前为止，陆续曝光，包括民进党这边的共谍，也都是几万块甚至几10万就收买了。那我觉得这个对台湾政府整个国安造成这么大的威胁跟破口，你那个是这个相关的法院在跟我开玩笑吧？2万块交保比诈骗集团交保还低，你就让人家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